这儿有个街边食物，我去，这个狗好凶啊，看着跟老虎一样。你看，这个摊位要不要光顾一下？啊，算了，我万一真的买到了吃不下去，就是浪费钱。我说的吃不下去呢，是因为我不习惯啊，就是这边的一个有些口味不习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边的东西不卫生什么的，这边的卫生，对吧？你看一下，真正不卫生的那是哪儿？大家都心知肚明，对吧？这边的食品还是非常卫生的啊。这边一个按摩啊，哦哟，这儿的按摩很全呀，这个可以体验一下。不过肯定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内容之一，但是不是早上啊，晚一点吧。又是寺庙佛像。如果呢你喜欢佛教文化，这边的话真的是你要拜访的圣地啊。因为佛教在东南亚都很广泛啊，就好像你是伊斯兰教的话，你就特别想去拜访一下中东啊，是一样的。在东南亚的文字呢，一般就是本国文字，中文加英文啊。在其他一些国家，那基本上就是本国文字加英文。哇，这儿有个 barbecue， 这个烧烤烤啥？烤鱼啊，烤鱼烤鸡，有点像新疆啊。新疆就是这么大的鸡和鱼。这儿的话也是鸡啊，你看鸡爪啊 ，chicken leg， 鸡腿。但是这些食物啊，看着都那个，但是我吃不了，我再找一个其他的 restaurant 啊。汉堡加马三，这是啥？啊，不管了，就这家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Hello， 嗯，menu， 看一下菜单。Do you have breakfast? Breakfast. Yeah. Yes. You want omelette or bread? Which one menu? No have menu. You Oh, can order. oh, Yes. OK。搞不好就又吃一个炒饭好了。This one, Fried rice. orange juice 1 cup. Yes. Orange juice and fried rice. Yes. Fried rice chicken or pork Pork. pork. 啊，主要是热的快爆炸了。要了一个橙汁儿，一个猪肉的炒饭。因为现在呢走了差不多近1个小时，也10点多了，就相当于早餐跟午餐一起吃了吧。哎，也不太饿。别说咱们的环境啊，还是非常的清幽哦。很好很好。橙汁儿来了啊，挺快。冰冰凉凉啊，酸酸甜甜，挺好。啊，我要拿掉我的帽子，虽然我的头发真的掉成了地中海，经常戴帽子就是掩人耳爆。我戴帽子显得年轻点，我拿掉帽子就会苍老一些。我先拿掉。看啊，其实这些地方都掉光了啊，因为那天我在摩丁剪了一下头发，把两边都剪短了，不然的话就是两边长，然后中间没有，就是有2个原因，一个是当然最大的原因是遗传啊，虽然我的父母头发都挺多的，但是遗传它分为
各种遗传，对吧？有隔代的，有其他的。我的好几个舅舅也是地中海，包括我的大伯，什么的，他们的头发都不是很好啊，这是一方面。但是为什么我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掉头发呢？之前的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大学毕业之后3年，我的头发就基本上掉到差不多啊。第一份工作是每天要熬夜，而且是熬不同的夜，强制性的啊，没办法。然后再加上身体情况不太好，然后离开那份工作之后呢，就是离开了1年之后，我的头发基本上就掉光了啊，就是说明在我大学毕业的第4年，头发就没了。不过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影响啊，包括我现在单身啊，没有女朋友这些，我觉得头发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身高啊，身高的原因呢，在中国的相亲市场就是受限，别的都不用说，一眼看过去就没希望了。这样的话，我又找到了拍另外一个视频的理由啊，就是拍下乡外貌啊、身高方面的一些论述。再看一眼，你别说我在之前啊，就是我喜欢的女生，人家不喜欢我，然后被拒绝之后，想到过去出家啊，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事情。对，啊，现在想来真的是啊，人生啊，也是。伙计们，饭好了啊，看一下，炒饭，猪肉炒饭，还不错吧？先来一口。是吧？饭很好吃，但是烫死我了，太烫了。搞了一个什么汤啊？但是这个汤里你看是香料啊，当地的香料。但如果说，对吧，在国内，你看着这种肯定好像是里面沾满了灰啊。我不敢拿起碗去喝啊，我先用勺子尝一口吧。里面呢有香菜，有薄荷啊，然后是咸的，有那个什么呢？就是牛油干净又卫生里面加的那个什么马，能接受啊，能接受。太鲜了，太鲜了。刚刚的账单啊，74，74000啊，74000就是24块钱，还好，毕竟多喝了一杯果汁，对吧？而且我这是午餐加早餐一起吃了，吃的很饱，24块 ，OK。好，眼前的这家呢，就是我预定的170元人民币，折合24美元的酒店啊。上面这是它的牌子，写的是别墅啊，哈马索别墅酒店。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个独栋的房子啊。因为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入住时间，入住是下午的1点，老挝时间下午1点才可以办理入住。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在里面坐会儿。我去，家人们，没想到啊，因为上面写的是下午1点才可以入住，现在才是早上的11点不到。然后我刚那个进来，我问了，他说啊，现在也可以，有房间，让我直接进来了。再说一下，老挝这边的话，酒店都是拖鞋的，拖鞋进入，鞋在门口，包括昨天的民宿也是啊。
我都是没有穿鞋，都是光着脚丫子的。今天我穿了一个袜子。好，现在看一下这个房间，开一下灯。好，挺干净的啊，挺干净。杯子啊，中规中矩。像这个东南亚的所有厕所都有啊，冲屁股、洗屁股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国内可以借鉴。这个东西挺干净的啊，而且你用着用着觉得挺舒服的，对吧？因为有时候经常用那个纸去擦的话，其实不容易擦干净。尤其是只有干纸的情况下啊，屁股不容易擦干净。然后这个环境是这样子的，这边是卫生纸，然后洗澡的啊也是按压式的这个洗发露和沐浴露，中规中矩。然后再2个床啊，2个小床，床不大，2个小床。然后呢，洗漱用品啊，洗漱用品，有些酒店它是有的，有些酒店是不提供的。但是这个与酒店不管什么样的酒店好与差，它有的就是不提供这个洗漱用品，这边好像没这个习惯。然后这个迷你包上，咖啡茶啊，2个杯子，1个水壶，2瓶水。这是保险柜啊，可以放你的贵重物品。这个东西呢，都是一般单独酒店都是有的标配。有这个浴袍，小冰箱，小冰箱制冷说效果不错。这是外面是啥？哦，这儿好像，好像这个小房间的话是不能，这个好像是外面啊，这个是外面是玻璃，玻璃后面玻璃可能是为了隔音啊，玻璃后面是个木板，木板外面就是正门外了啊。吹风机。那其实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外面。这是大厅。在外地。哇，这儿个鱼。好，这是游泳池。晚一点呢，可以在这儿，对吧？泡一泡，挺好。小的游泳池。下雨了啊，准备跟大家拍一下夜生活夜景之类的。我还没有吃晚饭啊，这儿有一个亚洲餐厅，但是呢，估计比较贵啊，还是算了。本来呢要拍夜市的，但是下雨了，你看都没人坐在座位上，但是小摊儿还是有。这会儿呢雨下的不是很大，我准备在雨中就餐，来一个雨中就餐。这儿有蔬菜烤串，很多烤串，我要了2个串，现在开始烤。这个店主的公子，店主的孩子帮我烤，看一下他的手法以及烤出来的味道怎么样。刚刚呢又为我换了一个大师傅，是老板他2公子。How much is the pieces? Different prices. This how much?
Sorry, give me your video. No, no, just One human. I choose this and this, beef and chicken. Sorry, where are you from? I'm Chinese. I'm from China. Chinese. And you? I'm Brazilian mixed Japanese. Ah, Okay, so this is nice too. With the Yeah. pineapple. eh? Yes, the jalapeno, tomatoes, pineapple. Mm, Very good. maybe this delicious, but Yes, it yeah, is. Because yeah. You can choose one. I'm Choose one. gonna choose this one and check another. You see, this has three, but it's smaller, so I'm looking for two bigger. It's enough. It's okay. Enough. Yeah. 啊，这边也陆续撑开了伞，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伞底下吃饭了。Take away。Yeah。你会中文 ？A little bit。嗯。哦，我准备要付钱了，我的一直已经好了，2个烤串。How much? 30。10块钱，可以。Thank you。Thank you。然后呢，其实我有点想边走边吃，我再要一杯喝的东西吧，或者说还是要坐在那儿。就2个串的话，可能还不够啊，还得再要一些东西。这儿有那个面条，但是呢，这个面条不筋道，就是这个面条，我想要不要来一份呢？在此之前呢，我先要一杯果汁，要一杯喝的东西，因为其实有点渴。要一个什么汁儿呢？香蕉汁儿。早上其实喝了一杯橘子汁儿，算了吧，别的不喜欢，我就要那个橘子汁儿吧。贵一些啊，比路边那个小女孩昨天的那个西瓜汁要贵，她卖3万5。刚才呢2个烤串才是3万，然后但这一杯果汁呢要3万5啊，2个烤串10块钱，一杯果汁12、13块钱。这个果汁是贵的跟国内差不多。我得把伞打起来，不然手机下雨了，手机拍着拍着就自动就断了。胖了。好了啊，小哥帮我拿出来，也是一个小杯，Thank you。现在去买一碗面，就可以坐着吃饭了，就在雨里面吃。this 红豆，对，吃个咱们中国的红豆吧，OK，Thank you。哇 ，sorry。哇，你看，跟做贼一样。然后刚要的红豆，然后烤串，然后我的饮料。这个凳子呢还是湿的，凳子哎呀，湿的，我怎么办呢？我找个什么东西？哦，想到办法了啊！然后用这个袋子。我去，现在的感觉呢，特别像野炊。如果突然来个风，来个大风，我就完了。
麻辣的啊，很香，跟川味的差不多一样香，但是它不太辣。另外加了一块豆腐，1块5毛钱，挺好吃的日本豆腐。哇，第一个是番茄，所以特别酸，我不太喜欢。然后呢，这是一个蔬菜加章鱼的一个烤串，辣椒、章鱼，烤的挺好的，也不太辣，一点点辣。这个是牛肉串，同样第一个是番茄，绿色的番茄就很酸。啊，我还是硬着头皮吃了，毕竟番茄对身体挺好的。牛肉串，啊，这个牛肉非常紧实啊，有点咬不动。喝一口汤。这个烤串呢，其实就是太硬了，没烤的，可能是我吃的比较软，感觉牛肉有点深。嗯，吃完了啊，还有点汤，喝不掉了。琅勃拉邦这个地方呢，特别适合毕业旅行。之前也有说过，你自己一个人来，或者说小两口啊，男女朋友一起来都很好，适合群游。但仅仅只是旅游啊，你想长待的话，还是需要付出很多的金钱与代价的。可以打电话啊，这个玛莎。这边也是玛莎。哇，这儿其实有一个那个大的超市，我是昨天硬是没找到过，进去看看。看啊，这个像妮维雅、Mass 这些洗面奶都是统一价，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是6.5万啊，就是23、24块的样子。要不买个纸尿裤穿吧？开玩笑。对，要买个内裤的。看一下，哇，品类有点少，没有什么好挑的。我看价格还，我去，这么贵，这是17万多。哦，怪不得贵啊，都是中国进口的进口货，贵有贵的道理啊。算了，不买了。哇，这个小妹妹上班了，在琅勃拉邦上夜班的小妹妹，越南的也比较多。这边是民宿区啊，都是独栋的一些别墅酒店。看一下，都挺漂亮的，什么餐馆、咖啡厅之类的。这是个玛莎，这是个饭店。可是我在夜市吃的很饱，这小哥的肌肉很健壮。早上我就是在这儿吃的早餐，其实也很美啊。步行的话，对吧？看这一个一个的小店儿，可能是一个咖啡馆，可能是一个按摩店，可能是一个小酒馆。然后这边呢是洗涤心灵的
佛教大礼堂。而且呢，举头三尺有神明，对吧？这儿有一个更高的寺庙在这儿，所以呢，绝对可以洗涤你不太纯净的心灵啊。你看，中英文、老挝语都有。看一下，哎 ，here this way 啊，嗯。好，小小的做一个马萨，这是环境啊，就3个垫子，40多块钱儿，50块钱。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观察窗啊，就怕你的客人不守规矩，对吧？啊，天哪，人还是不能太好奇啊，不能太猎奇。那个菜单上不是有一个比基尼按摩吗？有一个比基尼按摩，我不知道，我以为呢就是技师穿着比基尼给你按，是这个意思。那实际的意思呢就是让你变成比基尼，就是你见过那种拔胡子的视频嘛，对吧？就是脱毛，说白了就是给你脱毛，脱成比基尼，脱你下面的毛，非常恐怖。看一下啊，这是酒吧，这就是琅勃拉邦的夜生活。外面非常安静，酒吧里面应该是非常热闹的，可以进去喝一杯。老虎酒吧。当然太吵了，我就进去看了一眼，就出来了。在东南亚，只要这个颜色的灯啊，就代表娱乐服务业的意思啊。现在往回走啊，就是主要看一下琅勃拉邦啊都有哪些东西啊。像娱乐服务业的话，中国人最多或者说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摩丁啊，离中国近啊。还有个就是娱乐服务业比较集中，去玩一趟然后再回国，很方便。其他地方的话，就是老外嘛，老外喜欢的娱乐服务业就是喝酒啊、唱歌啊这些东西偏多一点啊，就是喜欢折腾、喜欢热闹。咱们中国人呢，其实就比较专一啊，只针对那点事儿，对吧？啊，别的都无所谓。现在呢是晚上的11点啊，差不多11点。这条巷子呢也灯光不太亮，很多店铺也都关门了。我散步看一下到底安不安全，有没有人来抢夺我的手机或者抢劫我。Actually， 事实上呢，肯定是非常安全的，不用说啊，非常安全，有什么不安全的？我小时候呢，确实我的老家不安全，经常被欺负，因为我长得比较小，经常被大点的小流氓、小混混拉到墙角打一顿啊，或者说抢东西，都是发生过的。在我5年级的时候，2004年还是05年的样子，我呢刚上小学5年级差不多，然后呢就被一个个子高的4年级的掐住我脖子，因为我当时长得跟1、2年级一样，就长得比较矮，然后比较瘦小嘛，然后呢就被掐住脖子，然后在校门口，我当时呢其实就是没办法呼吸，
当时呢，我虽然非常小，但是我对生死的这个概念是有的。我觉得我可能就要挂了，结果最后他松手了，因为看我不动了就松手了。我在那儿躺了很久，1节课都没上啊。当然这都是20年前的陈年往事了。不得不说啊，我呢上学的时候一直饱受欺负。我的最后一次被欺负是我上大学大3的时候，然后呢当时不光欺负了我的身体，还伤了我的自尊。就是呢，我跟一个很有好感的女生吃完饭，然后从路上就走上来了。走上来之后然后有2个男女一男一女在吵架。女生没太注意男生长得就是1.8米几的个儿，然后呢就非常粗犷，但是当时我没注意从他们旁边走过去了。走过去好像那个后面我那个女同学告诉我，是因为我从他们的中间因为那个男生和女生呢，他站在马路的两端就是相当于站在马路上在吵，我就从中间走过去了，然后就被那个男生狠狠地跳起来踹了一脚，当时把我给踹翻了。然后呢，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点木讷因为他们2个在吵架，非常凶。那个男的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电棒还是什么东西，那个女的也在哭2个在闹分手。我还有点诧异然后呢，我的那个女同学呢，她就暴跳如雷，然后就撕住那个男生因为这种情况，我的话其实如果是我一个的话，我不敢对那个男生做什么，我感觉就认栽了。我就认为那个男生可能是糊涂了，或者说有暴力倾向，或者说喝醉了，就过去了，就以阿 Q 精神就过去了。第一我打不过，第二我没有那个勇气去打他。我的那个女同学呢，她就上去撕那个打我的那个男生的衣服然后那个男生呢，他好像是不想打女生，主要是跟他的对象在吵架，然后他觉得爱面子，他就一直骂。然后我的那个女同学也骂，但是呢，我感觉当时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个事情，我就说我没事儿，然后就让他们不要撕扯了。最后就反正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对骂的情况下，然后就回学校了。其实我没怎么骂人家，就是我那个女同学在骂人家而且那个女生呢，现在也已经结婚了。她跟我曾经关系很好，就是从高中到大学从同一所高中同一所大学，当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的关系。我当时呢只是对她有点好感就是这样。然后当时我感觉非常的，就回到学校回到宿舍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难受当时为什么没有勇气就是不管打得过打不过，起码对吧？其实我是不怕疼的，不怕痛也不怕这些东西，但是自尊心上就接受不了，总感觉被人家打了，而且是大学期间，我没有惹对方，我只是在路上走，还被对方揍了一顿就因为对方要面子有点可笑，想来那是我最后一次挨打是在我22岁的时候，大3的时候好的，回到我的酒店了。走的时候下雨，来的时候天气晴朗时间呢差不多是11点半。刚刚看了一下，泳池里面有2个老外在聊天泡澡我也去参与一波吧。 OK， 走。拿出个啤酒，我刚刚呢去拿了一瓶啤酒，然后呢人就走光了，刚好我一个。我去，有点深的，这要1米多，我的身高才1米，
不会淹死我吧？先喝一口酒壮个胆。我这会儿脚都没着地啊，所以呢，一个人在没有游泳圈的情况下，不会游泳的人千万不要游泳。虽然这是游泳池，但是还是非常危险啊！以我的经验，我只能围绕这个游泳池走一圈。早上好，今天早上又是下大雨。现在呢，去吃个早餐。egg fried rice， 还是要一个炒饭。然后这边的话有咖啡，加个半糖吧。好，其实呢，这儿有人家那个已经冲泡好的黑咖啡，加糖就可以。这边是什么？哦，这是空的，这边是空的，因为他现在早餐是人员在自己做啊。但是呢，这儿有水果，好吧？在这个酒店的凉厅里面，享用一顿酒店的早餐。我的咖啡和香蕉，然后炒饭正在做啊。这个柴油发动机怎么进水了？它要捞出来。哦，上来了。炒饭一吃之后，对吧？中午又不用吃了啊，早饭和午饭一起吃了，相当于。Thank you。煮饭没来啊，又上了果盘儿。这可能是我好几年来觉得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次。170块钱住一晚酒店，可以提前入住，可以住相当于我如果我11点退房，就是住了25个小时，然后呢这个吃饭对吧，游泳池啊，睡觉什么的都很好。主食还没来啊，就吃了这么些水果，还有这么多。Thank you。哇，看，是不是很漂亮？摆盘很漂亮。敢想吗？只是一个早餐而已，有必要这么丰盛吗？一个香菜，一个煎蛋，溏心蛋啊，中间肯定是溏心的，试一下。不是溏心蛋，但是煎的很好。这边的这种大黄瓜，只要是炒饭，好像都会放这种。它这个炒饭添加了那个香菜，所以呢有一股香菜的香味。如果你不喜欢吃香菜，你来这里的话，你可以让它不要加香菜，但喜欢吃的话，真的很好。香菜，然后有鸡蛋，就是肉末，然后胡萝卜、包菜，以及一些韭菜这样的。现在呢，赶赴火车站，背包客，典型的背包客。这应该是一家中国人开的酒店，所以他会写我在琅勃拉邦很想你。这呢应该就是老挝的党员先锋岗位，你看有两。这儿的话，突然感觉好像中国一样
啊，因为这儿有个老挝的类似于党群服务中心的地方，对吧？党员先锋岗。走火车站呢有点远，我坐了一个嘟嘟车，10万老币，就是差不多30块钱。然后呢，路程呢接近10公里，10公里的样子，走起来走路的话得2个小时。我背这个大包不太现实啊。我旁边还有一个大姨啊，她是做小生意的。这个阿姨的东西啊，她是卖这个小吃的。啊 ，Hello， 萨白迪，哎，哎，老挝的学校啊，刚刚放学，这应该是个中学吧，还是大学？看这个小哥呢，他的发型就是金城武的发型，还是挺帅的。如果在国内化一下妆的话，不得了。琅勃拉邦呢，有大量的人以做这种小生意为生，卖小吃，就是一般夫妻2个，老公开一个这个嘟嘟车，对吧？3轮摩托可以拉人，然后老婆卖个小吃，啊，一家人啊也可以幸福的生活了。孩子在当地上学啊，没问题。嘟嘟车里面的风景呢，其实也挺美的。你看这个漂亮的楼房啊，正在建造，建好又是一个豪华的大别野。在琅勃拉邦呢，也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建房子，然后有个20-30万啊，然后在这里还也建一个小别墅，然后住着也非常惬意，是吧？主要是风景、空气都比较好。说白了，主要还是就业。如果你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完全可以生活在这里，也是 OK 的。我在东南亚呢，坐嘟嘟车也不下20次了，我觉得非常安全。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琅勃拉邦 ，yes， 这个在琅勃拉邦呢，出租车啊都是这样子的，人坐着呢非常舒适，比较商务啊这个车。这就是它的售票站，比较简易啊。僧侣优先。这是琅勃拉邦的候车室啊，它会显示3种文字，中文、老挝语，然后英文都会显示一遍啊。一小部分中国人呢有严重的插队恶习，刚才在买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中老年的中国男人插队啊。当时我的前面呢还有4-5个人，他直接排到第1个人那儿去买票。他说他的票来不及了，但实际上我和他是乘坐的是同一趟列车啊。我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在国内就非常看不惯这种插队的行为。我认为插队的行为呢属于关系户遗传症，但是呢没想到他把这种病带到了其他国家啊，真的非常不应该。所以呢需要整治一下。当时的那位老挝小哥哥呢，想给他买票，但是呢被我制止了，让他遵守规矩。然后呢，他就灰溜溜的去后面了。那位小哥呢，展示出他的微笑，就给下一位老挝阿姨买票了。啊，在我小时候就被插过队，我当时呢势单力薄啊，差点被整哭了啊，因为他耽误了我大量的时间。所以我长大之后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在我身边发生。正能量啊，就这么一个小插曲。然后呢，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期待我的下一个视频，谢谢，再见。